他其实很难把马来票拉拢给希望联盟，尤其是你们长期盟友行动党的候选人。所以在这个合作里面，你认不认为希望联盟其实是吃亏的？希望联盟还有几个政党呢，而且基本上行动党的选区就算没有国政梧桐也没有问题，这个是很直接的考量。Hello， 你好，我是诗妮，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 BFM 财经为你制作的财经拷问。今天要接受拷问的是首相安华的政治秘书曾明凯。大家好。好，如果你对我面前的这一位前 YB 有所了解的话，你应该知道他是一个常胜将军嘛，在过去的几场选举当中是一个常胜将军。但是公正党呢，在过去的几场州选里面兵败如山倒。那常胜将军，你如何看待这一次和国政第一次合作的6州选举的选情？公正党可以重振雄风吗？如果说兵败如山倒还不至于啦，只不过是如果我们以柔佛的州选来说，当然是可以。但是全国选举来讲，我们依然也保有一定的势力，也甚至还可以执政。我们能够讲的是说，整个游戏或者说整个拼图已经不一样了。那么那个板块区块也不一样了，尤其是在新选民增加自动登记以后。那么当然跟国政合作是在这种局面底下的一个很好的策略。而且也没有太多的选择了至少这个还可以保住某个程度上一个中庸路线的一个政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现有的情况底下最好的一个安排。可是呢，你们过去希望联盟一直在这个选前呢，尤其是在全拉的时候，都是用抗击贪腐、打击贪腐作为这个吸引选民的这个论调啊。那这一次你既然要跟国政合作，尤其是一些有贪腐历史的领袖合作的时候，你这个说法自然就是再行不通了。那你们接下来要如何说服选民再把票投给你们呢？当然，如果说对于一些有案件在身的话。我们基本上首相的那个回答也很清楚直接，只要我们没有插手司法的程序，那么基本上我们也不能够把所有人都视为是有贪污。当然最主要如果没有插手这个司法的程序，假设过后真的是程序上证明是有的话，我们依然要接受那个结果。而如果真的是因此而影响政权，我们也只能接受所以那个立场是非常的清楚。那么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现在的局面来讲，其实大体上选民包括是尤其是华裔，他们其实对于任何的社会课题的着重程度，或者说就是你没有一个100%最完美的选择的话，哪一个是你着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我觉得基本上选民都接受以现有的这个方程式，这个 formula 是最让人家可以接受自己稳定这个政府，以及相对中庸的路线，已经是成为主要的现在的社会矛盾或者是选民的诉求。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安华政府是相对中庸的一个选择嘛？可是自从你们上任以来，看起来对性少数的打压是不少啊。从泰国猛男秀到没收这个 Swatch 的这个彩虹手表来看的话，这样子对性少数打压的次数看起来是执政以来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发生了很多次。那你们对于所谓的你们是更加中庸的选择这个论调，其实还讲得下去吗？其实我们必须要看的是你还有什么其他选择。今天如果不是这个其他的政府，其他有可能掌权的政府会更坏。那现有的情况是我们在现在的社会压力底下已经尝试调整到没有去到你可能比你想象中更激烈的一个步骤，但它可能比以前相对保守，但没有比你想象中更严格的保守。譬如说今天我们还不至于说在所有的压力情况底下就学这个国门的州属这样全面禁赌啦什么啦，它必须是在反映或者说回复现有的挑战情况底下而做出的一个调整。那么当然一些课题底上我们所保持的那个立场和你在执行权力当儿还是有一个距离的。比如说如果对性少数来讲，在立场上我们是注重于说教育但是不把它视为是一个洪水猛兽。但是在现有的法令底下的确有允许这个去执行的那个法令的话，那你要决定的是你要不要插手阻止执行单位执行现有的法律，
如果要尊重现有的法律的话，是不是我们要有能力修改了，让那个法令不再把这个视为一个罪案或者犯法？那么那种情况底下，自然就不会执行嘛。但现有的情况没有能够开放到我们现在提成一些修改这方面的法律，以至于一些条文还是存在。那当然他们还可以执行那个法律啊。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说，你刚才的论调就是要选民在2颗烂苹果之间选一颗相对没有这么烂的苹果？那尤其是你们是从多元、中庸、包容的这个角度成家了之后，掌权了之后，立刻就换了一个脑袋，换了一个角度，这样子会不会让选民对你们很失望呢？本来民主游戏规则就不是给你100%好的东西的，这个游戏本来是这样的。那个年代大家的那个理想，我也是有那个理想，好。但是那个时候把这个现实告诉大家，有人愿意听吗？没有人愿意听啊。你告诉他讲说，我们拿不到100%，但是现在拿不到100%不代表你有80%，你只有21分，还有20分里面选一个，你不选就给20分的咯。是在这个这么恶劣的环境底下，我们尝试还能够维持，至少你还有机会慢慢朝向更好。民主游戏本来就是这样。我们的问题是在于说，对这个社会的政治的了解，尤其是对马来社会的了解落差太远。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一个理想的东西，是站在这20多年来华社看的角度而已。大家不知道保守力量在这个国家去到哪一个程度，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换了政府应该可以做很多东西，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些论述只在华裔圈子里面宣传而已，马来选民没有听这一套的东西。当然那个时候马来选民也参与换政府，他是基于其他原因而换。那个时候的选择，你不换吗？好，你告诉他说，你跟我有30-40% 的共同点，60-70% 的不相同点，我们不合作，全世界不要合作。那今天会是怎样的局面？所以我们是朝那个方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是摸着石头走路。至少我觉得比可能想象到更恶劣的局面来讲，这个还比较过得去了。可是今天这个民主游戏里面已经出现了其他的玩家，就是第三势力第一次的结盟了，就是 PSM 跟穆大已经结盟了。那其实对于支持中庸多元的人来说，他们会不会是比现在的团结政府来说是更好的选择呢？他们可以展现出更中庸、更开明、更多元的路线，因为20多年前我们也是这样。只不过比较可悲的就是大家都在逃避那一个保守的那个挑战，而选择去争夺，那未必是少数，但是大家都尝试去找这个方向，因为认为说我只要比你更开明，我就拿到开明的票，很好。但是谁说开明的票是占了50%或者是70%？假设开明的思维在这个社会里面，经过选区划分里面，它能够代表的就只有20-30%的话，那大家往这个方向去，那你以为那60-70% 的保守势力不会壮大吗？那我们到底是在面对的哪一个社会矛盾？我们是在逃避，因为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个保守的论述，所以全部往这个理论上的中庸开明的市场去耕耘。对，那个是一个挑战，但它最终的结果就是你要求一个做到50分的要去到80分，但没有人要求那个10分的加到50分，因为大家不敢去面对它，那个结果就越差越远，对整体的社会并不会有太大的正面效应。当然在论述上它会进步，但是这个游戏规则不是这样玩，所以这个也是现有的政府未必尝试在中庸的情况底下，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开明，这个是因为这个局面所致。如果我们大家都往那个方向的话，你基本上是等于放弃了，那他们不会因为你放弃而不再耕耘了，它只会更加壮大。所以我们是在活在这个中间里面啊。刚才你提到那个政党，我们不否定他的思维模式是很进步啊，我们曾经经历过。但是在面对这个现实的情况底下，哪一个才是对全体社会
最好的一个 positioning 定位。那我觉得我们现在也是在这种环境底下做出这样的选择。可是你刚刚有提到说，我非常认同啦，面向这个保守群体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我们也看到首相安华，其实在论述的时候，他也说，马来西亚不是神权国家，但也不是世俗国家。他对自己的定位其实试图不要把话说得这么死，也让他可以靠近保守族群一点点。可是你要知道，如果你要竞争保守群体的这一块，其实有比你更保守的人在做这一块了。那如果今天你连中庸这一块都守不住的话，到最后会不会偷鸡不成蚀把米？你最后甚至连原本支持你的群体也被迫流失了。这个论述从某个角度已经把这个宗教视为是保守，这个不对。宗教不一定是代表保守的。一个政府或者一个政权，你在执行你的权利的时候，你一定是有依赖于某种价值观 ，OK？ 当然你可以讲说，我是无神论，但是我支持某一些人性的价值，对。但某一些宗教它的里面的价值观其实也是相同，因为假设说我们要求互相尊重，穆罕默德这个价值观不只有回教有啊，那是不是等于我就选择佛教国呢？也不是嘛。能够要让大家看得到是宗教与非宗教之间的价值观，我们拿那个就够了，然后用那个来 drive 这个国家。所以现在我们是朝这个方向，在朝这个方向的时候，就等于我既不否定这个是一个世俗的国家，但也不完全否定讲它是一个完全宗教的国家。所以这样的一个立场，我觉得并没有冲突的。我觉得你这个说法和解释背后是一套很大的论述哈。那跟我们一开始听到首相讲出这一番话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联想到背后这么大一套的论述，以至于可以去说服选民。不过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聊聊说，你们就是希望联盟跟这个国政的一个合作哈。刘振东上个星期来接受我们的拷问的时候，他说希望联盟和国政目前的有三个阶段要做，就是联合执政、联合参选跟联合建国。那这个三个阶段呢，其实基本上就是说你应该要把国政视为长期合作的伙伴。但是公正党真的有想要把国政视为长期合作的伙伴吗？政治没有长期的，不用听那些论述，政治没有长期的。反而我们要倾向于接受一个相对成熟的一个政治环境，意思就是说，大家已经知道，现在所有的政党都当过执政党，也当过反对党，没有什么话不能讲了哈，大家都做过了嘛。你要讲它漂亮，讲它丑陋，大家也会做过。这个其实是一个过程，就是当这个政党政治在大马的环境底下慢慢成熟的过程，有一个好处就是现在你讲什么东西，选民也未必容易相信咯。以前这样，现在这样，对吧？那么大家就会相对的成熟去检测value 一个政党以及路线等等，当然也是相对现实啦。意思就是说，可能以前你认为这个是90分、100分的，这个是20分的，现在你看到大家都差不多。但至少你会分这个60分，这个50多分，它还是有的选。但你先接受这个现实，然后再看通过其他的那个环境，比如说刚才你讲的一些新生的那个第三的这个势力，可能某个程度上他就监督着一些政党，让他不会去过太右或太左。我们社会是在这种环境底下，慢慢让它上入一个相对稳定的轨道。相对稳定的轨道就是说，今天不是说那个阵线不能分分合合，可以，只不过它分分合合的过程中会慢慢的成熟化，就是可能接下来其他政党在重新组织政府的时候不会太大的影响整个国家结构的运作，会比较顺利的轮到你做就你做了我赢到我选择跟他合作就合作了，那么制度也在慢慢的完善。反跳槽法令就是一个例子，就是慢慢的通过合纵连横，大家最终大家都觉得如果有反跳槽好像对你好，对我也好，OK 就设立了这个东西。那么那个制度也慢慢的让我们整个政权会有相对成熟的路线去走。可是你们现在结盟的这个对象是过去60年以来政坛的霸主，你可以看到你们上次执政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小心就让他们夺回了政权。那你们现在跟他们合作，壮大了巫统，壮大了国政的话，会不会担心未来他会是你们永远没有办法打倒的对手呢？其实也不见得是我们壮大他也可能壮大我们，在某些地方。当然这一次的测试其实某个程度也是测试双方阵营的票源可不可以互相配合。
互相的交换，以至于产生新的火花。当然，那个可能过后又需要做另外一番的研究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没有说特别要漂白国珍我是说从国珍的模式来讲 ，OK， 它相对于现在的国盟，会比较于在我们讲说在宗教种族方面，我觉得还比它没有那么去到那么优了。至少在国珍的现有架构里面，他们还是有这种虽然它的协商精神也是剩下没有多少了但是它的结构存在。那么现在是在这种情况底下，如果说通过这样的合作让这一方面的元素结合起来的话，它其实有点像是你讲行动党取代马华在国珍的地位也好，这样的话，它基本上它的 formula 是一样没有太大的改变这样是不是这个社会其实跑到这个程度，就是要用这样的一个方程式来对抗单一保守路线？它也是这个社会所诉求的一个，要不然今天不会有这么多本来反对国珍巫统的华裔，现在那么支持我们的副首相还叫他什么BB 啦什么啦我才不能接受。他从某个程度上是在反映出他对那些华裔在这个社会的矛盾里面，哪一个是他主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可能这个 formula 在某些州属成立，在某些州属可能不成立可能更导致我们失败那我们就要从那个角度再探讨新的合作方式，也不一定。其实你刚刚的解释里面，我有蛮多东西想要追问的。那我先问第一题好了，就是你刚刚说这是一个实验，要测试看看双方的这个票源有没有办法交换嘛？可是从过去几场补选的经验来看呢，其实这个所谓的国阵的票，虽然他有帮忙站台，虽然他有呼吁，但是他其实很难把马来票拉拢给希望联盟，尤其是你们长期盟友行动党的候选人。所以在这个合作里面，你认不认为希望联盟其实是吃亏的？希望你们还有几个政党呢？而且基本上行动党的选区就算没有国阵巫统也没有问题，这个是很直接的考量因为国阵如果还有不懂有没有华人票啦，如果还有大部分也给我们拿完了 OK， 你很难想象一个华裔是现在不支持西蒙却很支持国阵，很难想象，所以那个市场已经没有了。饱和了。他能够 deliver 的是所谓的现有巫统的马来票啦 OK， 如果你从马来选民的角度来讲，我有一个保守的国盟选择，为什么我要选西蒙？不要说行动党了，为什么要选国盟这个西蒙？不需要吗？所以其实这个已经是国阵他自己的很大的挑战了。他跟我们合作，他自己也要解释这一点。好，那么当然，如果他能够维持他一些现有的票源的话，那我们现在当然也要看他这一些票源能够在多大的程度底上，就算不能 deliver 给行动党，他也没有办法 deliver 给诚信党、公正党。今天如果你的敌人是国盟，那我既拿不到你的票，那你又不想他赢，那不如你叫你的人投我，或者不要投咯。这个运作也不是现在才有，308之前99年之前的那段时间，一段时间曾经大家都是反对党但是为了打倒那时的国阵，一些地方30多%华裔肯定不投回教党，那就叫行动党出来拉那个选票，让回教党打赢巫统。那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你说，现在6州选举已经开打了，那这也是希望联盟团结政府的第一场选战第一场联合的选战。那你怎么样看待这一次团结政府的选情？有没有看好？应该不至于比上次全国大选更差了，因为上一次老实讲并没有一个合作很明显的合作关系，那是我们跟国阵没有完全在体制上的合作，在行动上的合作没有，所以不太可能在那个时候有交换票源的出现。那么与此同时，在过去的这几个月，让大家可能在之前投国盟时所投的那一个意识形态，或许开始已经有一些改变了。譬如说，如果那个时候是觉得说，我们需要一个马来这个伊斯兰政党来保护我们的权益，那现在新政府上来你没有受到威胁，那他可能就没有那个危机感了。
那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比较有机会让他思考更多的出路。好，非常感谢曾明凯今天来接受财经拷问啊！我相信他的回答、他的论述给了大家很多新的视野。那至于选情会不会像他所说的一样，比15届全国大选来得更好呢？我们拭目以待。那财经拷问是由 BFM 财经为你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 CAIJIN.MY、BFM 的网站或者是 BFM 的 APP 以及各大博客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财经拷问，我们下次见。